1、2、3、4、5、6、7，声音可以啊。可以啊，非常欢迎我们大家的老朋友郑深老师。你客气了。首先我想请您用一个字或者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自己的2020年。因为很复杂，因为这个问题太难了。因为我觉得2020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而且复杂的一年，所以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真的完全没有办法去包括。但是我觉得大家那种凝聚在一块一起去共克时艰的那种精神和那种温暖吧，包括我们平时可能看一些新闻，包括看到很多就跟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的人，但是为了我们去在前线去帮我们一起抗击疫情，所有的人这种感受到的温暖。所以我觉得2020年用一个字或者一句话去形容太难了，但是我觉得是很特殊和复杂的一年。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呢有很多这个观众也好，还是粉丝也好，他也不能回家去过年。对，您对此您有没有什么祝福或者鼓励可以送给他们？首先就是很多人，因为大家平时可能都会说，一到过年的时候，大家最多的看到的就是可能开玩笑式的吐槽，说哎呀又要回去了，又要被催婚了，巴拉巴拉巴拉，或者是又要回去过年，看到很多可能不太熟悉的人。但是其实我还挺惊讶的，我看了很多消息，今年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在外地过年，但其实在外地过年也没有，就是怎么说呢，也没有那么的可怕吧。就是我觉得身体健康，然后随时跟家里人联系，然后我觉得这健健康康、安安全全的都是过年。而且大家选择在就地过年，其实还是一个我觉得挺大的一个贡献吧。我觉得还是挺感谢大家的，就是我们一起继续去抗击这个疫情，我们都会越来越好的。然后身体健康，新年快乐，牛气冲冲，扭转乾坤，吉祥词很多。总之就是很感谢每一个人做出的这个选择。那可以对很多这个不能回家过年的这个朋友们，给他们送一句这个新春的语音祝福吗？我觉得在外地过年的话，首先就是来看我们的春晚啊，来看我们江苏卫视的春晚有很多的节目，然后包括可能也是在外地吃一下家乡的味道，都是一种过年的方式。语音祝福刚说了嘛，身体健康，牛气冲冲，扭转乾坤。好的，那这个新年您自己有什么期许和自己事业上的规划吗？期许就是发专辑、发作品，这个当然是最头顶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您刚才也提到过年回家，很多人都会被问到很多问题。那您回家最常被问到的话题是什么？我回家最常问到的话题就是你回家经常被问到的那个话题。所以也会被什么催婚啊，什么什么，就是很正常，我们大家都一样，对，大家都一样，大家遇到的所有的情况，见到的所有的事情和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对，就是怎么办呢？怎么办？也笑着面对。那当然要笑着面对啊。对。前段时间您也获得了这个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您是如何看待这一份荣誉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认可，而且他也是一直鼓励我去继续努力去留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很大的动力。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对所有像我的生米和所有听过我歌的人的一个感谢和支持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出过的第一首 OST， 虽然我现在有发过很多 OST， 但是第一首 OST 叫《回声》，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一直都有听到所有支持我的人给我的鼓励的声音，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出更多的歌，或者是能够去到更多的舞台，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最好听的一个回声。对。那您刚才说到 OST， 今年确实唱了非常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 OST， 希望以后能够唱更多。那唱了这么多这个 OST，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去演一个角色呢？如果要演，想演什么类型的？我有考虑过，但是我们的确也有人来邀约过，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好这个事情，所以我可能会暂时要先考虑吧。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就是我也不知道，很复杂，因为术业真的是有专攻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跨界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真的如果你要去做好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难的。就像可能唱歌，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唱歌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就随时一开心我就是在唱歌了。但其实你要唱好歌，它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但就像看我这个外行看演戏，我们会觉得你只要真实去感受，但可是你要怎么去真实去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希望以后能有机会的话，当然更好，但是希望自己能够
做好足够的准备的时候吧。但是至少目前暂时我不行，我还得先好好做好歌手。希望不久将来我们就可以先做好歌手，希望自己所有大家能够更多喜欢听到我的歌和喜欢我的歌。对，后面的就再考虑看机会。刚才我们也在楼下看了您的这个精彩的演出啊。哦，那个也算是演戏的一个挑战，我演得不错吧？自己夸自己。那如果刚才请您用一道菜来形容今天这个表演，牛仔好吗？您会怎么形容它？群英荟萃，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后半句就不唱了，后半句不太好。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用这种演绎方式的呢？我不知道哎，首先就是牛年嘛，而且也是节目组给我的一个想法，就说是牛年的话就唱一首跟牛有关系的，然后也比较欢快一点点的。然后这首歌大家印象都很深，所以干脆就是能够尽量用自己能够想到的方式去给大家带来快乐吧。我觉得都是慢慢的一种尝试。我觉得还应该可能也许，还挺开心的，我也不确定。因为而且我们看最后的那一幕还挺有意思的，是被抬上去是吗？抬上去是吧？我第一次彩排，不知道他没有录下来。第一次他们把我抬上去就是啊，但是最后正式录还是没有忍住，但为了要好听，我就是呜耶呼，但其实心里是啊。所以你看我演得很好吧？所以那下抬上去就是设计好的是吧？对，是设计好的，但是人家都设计了，我也不好取消它，那就上去吧。好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你那个，您今年还会唱你的新歌《归处》，能不能现在先给大家小小的清唱几句，给大家解解馋？我觉得大家去电影院看吧。电影院请大家一定要看一下《侍神令》，因为是我女神周迅和陈坤还有很多老师，像沈约啊，或者等陈伟霆，很多老师大家一起演的一个，我觉得是画面非常厉害的一个魔幻大作，真的就是大家要去感受一下，然后也请守候一下听一下我这首歌。一定我会第一个去。谢谢。然后其实刚刚也官宣啊，您已经成为这个创造营2021的发起人团成员之一。对于这个节目，您有老师您的断句真的重新给我断一遍。发起人团员对。那对于这个角色，您有什么感受吗？参与这个节目？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当老师是我自己，如果有就是知道我之前看过我采访的，知道我还挺不愿意当老师的，因为其实当老师就是个很复杂的心情，你希望他做到所有的很好，但是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对他的要求是需要时间的，但是像创造营这样的节目，它就是要考验一个人的急速成长的一个能力，因为他时间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三个月、3、4个月，你就要做到一个很大的提升。但我就会一直抱着这样一个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我会希望他们能够很好，就好到我想象中的那个好。但是很有可能我想象中那个好，我自己都还在努力当中，所以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心情，都希望能够一直跟他们去进行一个探讨吧，或者是能够一个，因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能够参与到他们。就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真的很年轻，能够参与到这些年轻人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又很精彩，又很复杂，但是又觉得很有趣。对。那您觉得您做导师，您是哪种类型的？严格型的还是那种宽容型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是一个比较控制不住的一个人，就是我当下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我会就忍不住可能就会说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但是具体怎么样，大家记得也要看一下我们创造营2021，也要记得电影院看一下，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身体健康第一。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2021年您的新年愿望是什么？新年愿望开开心心和身体健康吧，因为这两个祝愿也是大家随后都会说出来的，但是它真的很重要，它我觉得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2个事情。